我不过说了些实话，怎还听不得了？你窝里横在屋里如何殴打媳妇，没人会管。可要是伤了我，但凡我走出魏家老宅，绝对会闹得人尽皆知。先前魏慎一事，你被指指点点多年，很苦恼吧？这些年不得已在外苦心经营形象，好不容易得了改观，得做好随时崩塌的准备啊。可你最好面子了，不是吗？你……魏青天的手落在半空，很显然他被捏住了7寸。便是你不要脸了，也得替边上3个弟弟想想。这是亲兄弟，总不能也坑害了吧？他们可都没成亲呢。他说一个字，魏家人心口就似被捅一刀。本来就手头没钱，娶媳妇儿难，要是外头不慎传出魏家大房的男人会殴打女人，谁还敢把女儿嫁过来啊？于听晚要回去吃年夜饭了，没有时间和这些人扯废话。他冷着脸把钱往桌上一扔，把菜一搁，转头就要走。这下把魏家人弄傻眼了，来他们家发疯玩还要送钱的。于听晚走了几步，忽而想起了什么，又顿住。哦，我忘了说了，我是魏慎刚娶的媳妇儿，爹娘顾虑太多，不把你们惯得得寸进尺。可我不是他们，劝你们最好别惹到我头上来。一语惊起千层浪，魏寿才惊愕不已，都忘了发怒，给于听晚一点颜色瞧瞧。阿郎娶妻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原来你们早有一腿，老二什么意思？让你过来是要气死我吗？他人呢？让他给我滚过来！哼，大过年的送腌萝卜，这玩意儿谁家没有？怎的好意思拿出手？还是半盘，往前二房可都是端着肉菜来的。不要就算了，我带回去。魏老太要气死了，他指着桌上的钱。你是这么点儿，是打发叫花子呢？分家书里写的清清楚楚，可一文都没少。至于你非要说自己是叫花子，我也拦不住。不过瞧着的确挺像的，回头一瘸一拐都能去街上和他们抢饭碗啊。哎呀，老大，把他给我打出去！哎呦！魏守财却没有动，他死死拧着眉，试图抓到二房的错处。我知道老二位当年一事耿耿于怀，他心里对我有怨也就算了，那为什么阿郎成婚他连娘也不请啊？真是半点规矩都没有。我倒要亲自去问问这合不合适。李正和魏家叔公都没说什么，可见是默许的。他们的辈分都比你高，你跳什么脚？那也该过来说上一声，他这是完全不把娘放在眼里。说什么？让你们来闹事吗？于听完直接往外走，懒得搭理。不对呀，这些时日我时常出去，怎么村里人没人和我说呀？他早该听到动静，别说他，家里那么多人都被蒙在鼓里多日，二房哪有买通全村嘴的能耐？他刚说完这句话，大房全体一道陷入沉思。于听晚人都走出魏家老宅了，可风却把他的声音吹了进来。你们多讨人嫌，心里没点数吗？这种愚蠢的话都问得出来，我都替你臊得慌。于听晚出了口恶气，依稀还能听见魏家老宅一群人的骂骂咧咧，格外畅快。娘，能吃饭了吗？能，你去叫阿郎，我是怕太冷了，一直放锅里温着呢，这就去端出来。哎，好嘞。脸上的笑意却在进屋后消失殆尽。魏昭又吐血了，他倒在床上不受控制，大口的鲜血喷涌而出，血腥味弥漫开来。于听晚瞳孔剧缩，扑到床前，腿都是软的。夫君。魏昭看不清姑娘的脸，可有泪珠砸到她脖颈处，烫得出奇。于听晚，你哭什么？
西林村笼罩着除夕的喜庆，鞭炮声绵绵不绝，隐约间还能听到远处顽童的笑声。可魏家却是乌云笼罩，惨淡一片。魏昭晕了过去，可他的意识好似还残留着，耳边姑娘的啜泣未断。于听婉就那么舍不得他死吗？也许等姑娘相信他不是魏慎，就不会哭得那么伤心了吧。魏昭的身子轻飘飘的，好似灵魂在抽离。画面一转，是顺国公骨瘦如柴，躺在榻上气若游丝。他快要不行了，被病魔缠了数年，彻底熬不住了。我的死因不许彻查。外头都说顺国公是生了一场大病，拖垮了身子才熬不住的。可他知道父亲分明中的是毒。是宫里那位吧？即便没有证据，可魏昭找不到更可疑的人选。为父的话你也不听了，你这是要我死不瞑目啊！若一意孤行，势必酿成杀身大祸。我去后，要是你再出事，你母亲该如何？顺国公府上下又该如何？魏家的门楣就靠你撑着了。孩子，你就糊涂一回吧。顺国公脸色白中泛青，他浑身颤抖，呼吸急促而浅，周边的景象开始模糊不清。他眼里亦有不甘，试图最后再看清魏昭，可身子却滑了下去，最后一息如残烛悄然熄灭。魏昭往后退了几步，重重跪下，几个字好似从牙缝挤出一般无力。贵侄听命。别说他五脏六腑伤得太严重，就算没问题，可人不想活，谁能救得了啊？他呀，太虚了，这脉象比前些日子看着还弱，衰败的比我想的还快呀。以后呢，吐血会更加频繁，情况也会更加危急。你们啊，还是得提前做好准备啊。惠娘面色煞白，接受不了这个打击，她身子晃了晃，险些晕厥。许是瞧着不忍，钱老头便安抚：我听说手中进山了，要是能寻到珍贵的草药炖给他吃，兴许还能再拖几天。话是那么说，可哪里好找？即便真能拖到县城，县城的大夫就能救他吗？魏家摆在桌上的年夜饭凉了，也没人下筷。于听婉在床边守了许久，也不知夫君什么时候醒的。刚刚钱大夫走的时候告诉我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他让我别犯傻。他说我还年轻，一根筋别在夫君身上吊死，可以谋划着找下家。他说的也有几分道理，可我不会走的。他俯下身子，把脸贴在魏昭的脸上，试图感受他的体温。要是能给他留个孩子就好了，他很遗憾。可是没办法，魏昭下面坏了。魏昭是在夜里醒的，他还没睁眼，就听到屋里刻意压低的说话声：娘回屋歇着吧，夫君要是醒了，我就和您说。哎呀，我这心里不踏实，哪里睡得下呀？你看看你，都是你忙前忙后的，想必也累得慌。阿郎这里有我守着，你去我屋先睡着吧。于听婉摇摇头，他心也乱得很。家中堆着的箩筐有不少了，可惠娘想着卖钱，这会儿借着微弱光线还在低头做。以后要用钱的地儿可不少，能做一个是一个，多攒一文是一文。我本来想着阿郎日后去县城治病，有你在他跟前照顾着，
我就在医馆外头摊位上卖这些。竹子是山上砍的，不要钱，咱们除了费些功夫也没花什么成本。要是无人问津，就卖便宜些，总是会有人买的。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了。于听完想说有，可他不能保证。他真的感觉要当寡妇了。姑娘眉眼惆怅，却在看见榻上男人耷拉着眼皮时蹦出亮光。夫君，哎呦，可算是醒了，真是祖宗保佑，祖宗保佑啊！你可是有哪里不适？魏昭的视线落在姑娘略红肿的眼上，复杂情绪难辨。有。哪里啊？是伤口吗？还是别的地儿疼？你说呀！对了，你还没吃晚饭，一定也饿了，我这就去给你下一点馄饨。哎，我去。他刚走出去，于听婉便趴在了床前。姑娘一会儿摸一摸魏昭的头，一会儿又伸进被褥去捂那冰凉的手，真是占尽了便宜。魏昭都习惯了，由他。有看见我的平安符吗？许是看他醒了，婆媳二人紧绷的弦松了不少。魏昭吃了半碗馄饨后又沉沉睡去。于天晚看着魏昭熟睡的眉眼，寻思着明儿得上山看看，也不知魏守忠那里如何了，这山又得什么时候才能解封。要是早些解封就好了，县城何愁买不到人参啊？这不是婉娘吗？于天晚蹙了蹙眉，只觉得晦气。山上都能碰见和儿媳趴灰的周老汉。于天晚继续往前走，不愿理会这种人，可周老汉却追上来。这几日老见你往这里跑啊！哎呦，瞧这一身多单薄，脸都冻红了。哎呀，我知道魏家穷，可怎么让你一个姑娘上山找吃的？这不是欺负你是个新媳妇吗？可怜啊，你家的男人躺在榻上，一点不会心疼人呢。我家的事儿轮不到外人操心，我夫君如何，也轮不到你来指点。周老汉一直知道胡大柱的外甥女儿好看，可他也只能心里发痒。可如今他却敢色胆包天，怕什么？胡大柱再护犊子又怎么样？他把于听文给弄了，姑娘遮掩都来不及，哪里还敢往外说？越想他身子越热。我这里有热包子，里面可都是肉啊，想着你一定没吃过，特地给你带的。瞧见周老汉那不怀好意的眼神后，于听婉莫名后背生寒。一个连儿媳床都要爬的人，如何会有礼义廉耻？于听婉快速看了一眼四周，心开始沉了下来。他连连后退，慌不择路跑了起来。无论于听婉跑得快还是慢，身后的追赶一直在。他眼里闪过绝望，闭眼咬咬牙，正准备鱼死网破，却是一脚踩空，掉进了陷阱之中。周老汉亲眼瞧见他摔下去，慌了。婉娘，你没事吧？突然他瞳孔巨缩，转头就跑。陷阱并不深，远不及姑娘的手掌宽，也不疼，触觉还很怪。于听婉摸了摸，扫去附在上面那层厚厚的血，他摸到了毛，他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姑娘缓缓抬眸，对上一双凶狠的眼，这哪里是陷阱，分明是躺在陷阱里，以血为背，毛发黑白相间的没入深山，怎么会有这帮人打鼓？不是说是吴家儿子骗吴大人扯的谎吗？彩英！刘媒婆一开门，他就钻了进去。哎呦，你猴急什么呀？啊，注意点影响！你那孙女还在家呢，怎么就往我屋里闯了？也不怕被他看出点猫腻来。哎呀，都说继母难当，她不是我肚子里出来的，不和我一条线。刘媒婆一肚子的火，周琴不走，她都不能吃药堕胎，总不能真把孩子生下来吧？
刘媒婆没有看出周老汉的反常，抱怨不停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当爷的也上点心，哪有出嫁女待在娘家赖着不走的呀？我看怕是姑爷嫌她不要她了吧，还以为嫁得有多好呢。哎呀，彩英，我们去外面躲一阵子。哎呀，你这说什么呢？周琴刚走过去，就听到周老汉急得不行。哎呀，虎！山里外围有虎！那个胡大柱的外甥女儿，只怕这会儿骨头都被嚼碎吞了。哎呀，你这是犯糊涂了吧？哪儿啊？我亲眼瞧见的，我还能瞎了？这下刘媒婆慌了，周老汉不至于拿这种事情开玩笑。周琴一听这话，哪里还坐得住，匆匆朝外走。殊不知他这一走，刘媒婆开始清点家里的钱。周老汉看着他忙上忙下，他眼珠子一转，忽而萌生可怕的念头。彩英啊，把孩子生下来吧，要是儿子，咱们周家就有后了。哎呀，你个老不死的，你这话也能说得出口啊？我就知道你脱光了只顾得自己舒服。我男人都死了，我怎么生啊？我还要不要活了？别急，你听我说，老宅是咱们的根，迟早都要回来的。咱们呢，先去三墩村住些时日，去投靠之前给你开药的稳婆。那人嘴严，给点好处一定不会对外说什么的。等路解封了，咱们就去县里租个房子。我估摸着先前下了雨，这几日又天晴，山路解封也快了。那县里的人又不认识咱们，等月份到了，瓜熟蒂落，你我再抱着孩子回来，对外就说是走亲戚了，孩子是外面抱养的。这年头抱养的情况并不少见，何况刘媒婆膝下无子，周家是西林村眼里的绝户，定不会有人起疑。山里有虎的消息很快传开，村民全部躁动不安。饥荒年间的确有听说过瘦骨如柴的恶狼下山咬死了不少人，可如今山里物资充足，外围怎么会出现猛兽呢？要是彭猎户在就好了，他杀过熊。嗨，彭猎户在又能怎样啊？你们还当他是神呢？他上回是猎杀了熊，可也险些搭进去半条命，这腰间的肉都被生生咬走了一块。哎呀，李正，你快想想法子吧！一时间院子吵得跟集市似的，所有人眼里都带着惧意。除了王氏，于听完死了，这可是好事，要不是场合不对，他真想大笑出声。都静静，别吵了，吵能解决事儿吗？惠娘没有出门，她在魏昭屋里编织着箩筐，时不时抬眼看看床上的人，不知怎么了，心里莫名觉得慌。这时外头传来敲门声，大门打开，一瞧是李莲。惠娘正要问她有什么事，却见李莲沉沉的眉眼和欲言又止，她心猛地一揪，手紧紧扯着衣摆，在泄露着不安。院子里很快传来她崩溃的哭声。屋内的月山听到动静，吓得不知所措，刚要跑出去看，就瞧见床上躺着的男人动了动。月山惊讶地瞪大眼，你……魏昭却没有看他，发丝胡乱披散着下了地，他脸上没有半点血色，笼罩着数不清的死气。他一步一步走到窗前，风刮进来，外头的声音愈发清晰。我想着这事儿应该提前和你说一声，不管是不是，也好心里有个底儿。他嘴里宽慰，可却认定于听婉凶多吉少了。惠娘只觉锥心刺骨，痛不可言，眼泪如断线的珠子滚滚而下。婉娘今儿出去前还好好的，这怎么就出事儿了呢？是我对不住她，都怪我怎么就不拦着她？她那么乖顺懂事的姑娘，当时该有多怕呀！婉娘这才过门几天，福没享成，却整日跟着我们担惊受怕的。她嫁过来，是我存有私心，是我不该。
如今他为了阿郎，命都豁出去了，这让我怎么有脸呀？他哭得悲戚，魏昭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，他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，很怪，心头有些闷。别哭，别哭，兴许只是一场乌龙呢，说不准是周老汉看差了眼，不是白虎也说不准。咱们外围可没出现过虎。魏昭沉默片刻，收回方才往外泄露不该属于将死之人的情绪。屋内月山抬起袖子擦了擦眼，这几日在魏家，婉嫂嫂对他是极好的，他去看婉嫂嫂的夫君。魏昭耷拉着眼皮，不急不缓往床榻走过去，重新躺好，还不忘把被子给自己盖上。月山看在眼里，觉得魏昭回去的脚步带着轻快。魏哥哥，你就没有半点伤怀吗？哦。婉嫂嫂对你那么好。哦。她是为了你才出事的。魏昭打了个哈欠，他比谁都知道于听婉不会出事，他连哦一声都不想回应。于听婉路上不敢歇，是一路跑回的魏家，骨髓好似被寒风冷得浸透，每一根手指都成了冰簇。他哆嗦着双肩，呼出的气息凝成白露，还不忘死死关上魏家的门。魏娘闻声追了出来，眼睛早就红肿，他愣住了。婉娘，他紧紧抱着姑娘柔弱的身体，似怕这是一场梦，稍稍松手，姑娘就会消失。你没事就好，你这孩子没事就好。娘，我一直都好好的呢。惠娘经历了大悲大喜，这会儿看姑娘怎么也看不够，见她小脸脏兮兮的，浑身都湿透了，面上的心疼如何也藏不住，即便有很多话要问，可全被她压了下去。看你浑身都湿透了，冻坏了吧？来，快些进去把衣裳脱下来，娘去烧些热水给你泡泡，这要是染了风寒那还得了。于天晚刚进屋，惠娘就朝月山招手，把人带走了，还不忘关上了门。从他进来，魏昭就看着，只是眉拧得很深。他早料到于天晚会受到惊吓，当时想着让他吃些教训也好，以后就不会那般傻到对别人掏心掏肺了。可这会儿看着于天晚狼狈的不成样子，头发凌乱，棉衣也皱巴巴的，脸上还蹭到了脏污，活像是逃荒过来的。魏昭一时间又不是滋味，这股复杂的情绪让魏昭很不喜。夫君，你可知我带回什么了？我带回来的珊珊，根根都有手臂那么粗，高兴吗？啊，还有很多药材，看着年份都不浅，我就不信了，这还能叼不住你的命？那真是噩耗。你也许不信，我都经历了什么？我碰到老虎了，长得和别人嘴里说的一样可怕。可我就是不明白了，那山里怎么有那么大的坑啊？外围顶多抓兔子和山鸡这些，就算是猎户，也不可能下如此大的陷阱啊。我明白，那是给我挖的。还有一个小坑，他当时在里头躺着。你说，如今的猛兽都那么讲究了吗？是的，都有专属的床。福猛不过想试试被埋的滋味，小的尺寸太小，他嫌挤得慌，所以他给魏昭准备的坑越挖越大。你可能更不信了，那些药材都是他送的。好烦啊！福猛又欠收拾了。于听晚太冷了，也不避人，动作很快的就上手解扣子。魏昭猝不及防，哪里想到他上身脱的只剩肚兜，连忙背过身子。你就不能避嫌吗？我愿意给夫君看的。于听晚反思了一下，这是屋里，又不是外头，魏慎是他男人，更不是外人，没有问题。就是他太大惊小怪了，
听到悉悉嗦嗦穿衣的动静，魏昭不由松了口气。可看到于庭婉身上穿的棉衣里裹的玲珑身姿，又想到不久前的惊鸿一瞥，他眼眸微深，喉咙发紧。婉娘啊，我煮了些姜汤给你驱寒，这会儿方便进来吗？果然啊，男人是靠不住的，关键时刻还是婆婆好。于庭婉跑去开门，姜汤味道刺鼻，可里头加了红糖，几口下肚，身子也暖了起来。谢谢娘。热水也好了，你看是在哪儿洗啊？你看，要不去娘屋里洗，成不成啊？不用了，娘，我就在这里洗吧。魏昭腾的一下坐了起来，视线沉沉。惠娘看看魏昭，又去看于庭婉，心疼之余还格外欣慰。谁说她儿媳不是踏实过日子？嗨，娘是怕你不自在。我不会的。好，娘这就把水和桶给你抬进来。我会。惠娘直接当作没有听见这句话，大步出去。你怎么就……她整理言辞，还挺贞洁烈女的，哼，好像我能把你怎么着一样。娘，你把珊珊给父亲炖了吧。好，都听你。啊，你刚才说是炖什么？珊珊啊。娘，你看，都是大补的药材。我回来的路上还生怕被村里人瞧见了，特地用路边的野菜盖住，还绕了远路的。闷声发大财的道理他懂。西林村大半的村民都是好的，可也有心怀鬼胎的人。魏守忠不在，要是有人半夜摸进来，他和惠娘两个妇道人家怎么办？也不怪于庭婉小心。惠娘看到这些，腿都要软了，呼吸放浅，生怕瞧错了。这些都是山上采的。怕惠娘担心于庭婉没有提老虎的事。是啊。惠娘沉默了。于庭婉真是家里的福星啊，深山怕是都不好找到这么多，可见阿郎命不该绝。夫君，碰着白虎前，周老汉也在山里。魏昭不在意。你应当不记得他，小娘的事儿，爹娘没当着你的面怎么提，但你心里应该也有些数吧？当初那门害人的婚事，就是他儿媳刘媒婆背着爹娘和你奶定下的。魏昭也不在意。算起来，咱们两家也算有仇。我不知他上山是见我一人便生了歹念，还是早就算计好在山上，想要玷污我。魏昭倏然睁眼，深沉如墨的眸子没有半点温度，唇线抿直，韵色渐浓。我是有些怕的，可山上没人能帮我，我又跑不动。我当时就想着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，我和他拼了，绝不让他得逞。说起来，那白虎也算是救了我。他听到姑娘很小声很小声，你转过来，夫君，你抱抱我。夫君，你抱抱我。爹娘还在时，于庭婉格外娇气，每次都骄傲得像只小孔雀。那时她是被蜜罐子包围的，说好的陪着她，可一个两个都食言了。于庭婉眼底有过片刻的恍神，她并不指望魏昭真能回头抱自己。于庭婉说完那句话后，又主动朝他贴近，迟疑片刻，主动搂住了他的腰。他察觉出魏昭身体的紧绷僵硬，可姑娘没松手。虽然你对我不好，身体不好，脾气也不好，不体贴，也不会说好话，还要我哄，少精。他的缺点真是列举不完。于庭婉把头贴上他的背，蹭了蹭。可有些时候，我还是想要依赖你的。魏昭的心乱了，姑娘身体是软的，嗓音也是软的，那股属于女儿家的香甜满满侵入，
和他人一样并不强势，却能一点点钻着空子闯进来，影响着他。往前我阿娘绣花不慎戳破了手指，我爹都会大惊小怪的。可我今日遭了大难，你却不问我怕不怕，有没有受伤，我是有些失望的。别的我可以不在意，这一点你得改。魏昭沉默，后背被人狠狠戳了2下。你怕不怕？怕。那你疼不疼？姑娘恼怒的又戳了他2下。就不能问问别的吗？疼。哦，那其实还好。我疼。得亏没孩子，要是生了个女儿，不知道有多焦急烦人呢。算了，不和他计较。魏生就不是会花言巧语的人。也不知屋内安静了多久，姑娘喟叹一声：“夫君，你能不能早些好起来？我还指望你给我遮风挡雨呢。”魏昭沉沉闭了闭眼，喉咙滚动了一下，一时间压抑的情绪密不通风地将他笼罩，呼吸都跟着困难起来。父亲去后，魏昭不得不向吃人的皇权低头，学会了虚伪，学会了收敛。他倒是想给亲眷遮风挡雨，护住魏家门庭，可结果呢？想把于听婉推开，想远离，可魏昭迟迟没有动作。这很矛盾，交杂的情绪涌上来，牵动一度被他死死压在深处的暴力恨意，两者不受控制，相互拉扯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的唇动了动，有些嘶哑。动你的人我会解决。得了吧，你这种人能解决周老汉？怎么张一张嘴你就无敌了是吧？魏昭缓缓坐起身子，侧头轻描淡写地问：你说想让他怎么死？你说想让他怎么死？你能这样我很欣慰，可你别逞强了啊！你得清楚自己几斤几两啊，可别自不量力了。这话于听婉没说出来，怕打击到魏昭。心意我收到了，即使没被得逞，清白还在，这也是极丢脸的事。除了这种事，大多数人都自认倒霉的。那你怎么同我说了？我又不是忍气吞声的性子，你我也不是寻常夫妻。我都不嫌弃你的，你怎么好意思嫌我呢？没毛病。再说了，这件事从头到尾错的不是我，可吃亏的是我，遭罪的也是我。我行得端坐得正，凭什么得如见不了光的鼠蚁，不敢声张？甭说今儿只是虚惊一场，就算真出了什么事，但凡我还有命下山，便是什么都豁出去了，我也绝不会让他好过。这世道人言可畏，你当真豁得出去？为什么不能？我做不到不计较，这口气咽不下去，就好像喉咙里卡了一根刺，时时刻刻都提醒着我，时时刻刻都让我难受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痛快拔了？舍了我，他算是踢到铁板了。至于外头的人怎么说，我要是在意，也不可能嫁给你了。别以为他不知道，村里碎嘴子都在说他脑子不好，上赶着当寡妇。魏昭听着他这些话，垂着眸，也不知在想什么。如果你拿他没办法呢？你怎可长别人志气灭我威风啊？我试过了，结局不好，那我也认了。遇着事儿一味退缩，只会换来那些畜生变本加厉。凭什么受害者得吃着苦楚，让他们这些王八羔子逍遥法外？亲者痛，仇者快，总不能去寻死觅活吧？这种人我可瞧不起他。瞧不起？可要是你也有罪呢？你要不要听听这问的是什么话呀？我怎么可能有罪？于听婉从不内耗自己，
他很不高兴。便是我真有罪，我也要干他，大仇得报，自个儿才会舒坦。什么是罪啊？作奸犯科还是杀人放火呀？可先前我多吃1粒米，王氏就骂我是个罪人。在我这里，只要没伤天害理，又怎么了？魏昭心变得很乱。那你打算如何做？魏昭觉得没有必要太折腾，直接把人送去见阎王就行了。他便是身体再差，也有本事让周老汉断气。见他难得有上心的事，还是为自己上心，于听完心里暖暖的。我没有证据，要是他死活不承认，便是报官也没用。哼，就算报官有用，我也不会去的。咱们这里的县太爷，小娘的案子当初就是他审的，人证物证皆在，可他却收了那一家子的黑心钱，把去报官的舅舅给打了一顿，却警告咱们不要生事。刘媒婆这些年除了给附近几个村子的未婚男女凑合，也时常去县里游走，积攒的人脉只多不少。何况周家还是有些钱财的，于听完赌不起，也不愿走赵勇的老路。别人靠不住，我就自己给自己公道。自己给自己公道？我手里是有他把柄的，你等着看吧，他要不了几日也要翻船了。我得好好借着这事儿谋划谋划，给自己出气，最好整得他一败涂地，我再全身而退。绝不能把自己搭进去。别说是这种大事了，便是哪日我被偷了1文钱，我都要掘地3尺把贼人找出来，让他好看。